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脱离飞天盟？行了，跟他费这么多话做什么？干掉他，咱们还有正事要做呢。好。话音未落，陈长安便已经率先出手。只见他身影一动，这20多人应声倒地。陈长安的出手，就算是天神境同样是不堪一击。解决掉飞天盟的人之后，陈长安从其中一人的身上找到了大量的资源。果然，打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最快方式。就是这非洲，怎么收起来呢？你活着回来了，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？你做了什么呀？让他们放弃了继续进攻？你是过去给他们跪下来了吗？跪下来了？这叫什么话？这些人这么喜欢自欺欺人吗？陈长安也懒得搭理这些人，而是直接找到了炼气师联盟的人。你们知道非洲要如何控制吗？我先前看到你们能够让非洲变成手掌大小，怎么做到的？你先告诉我们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飞天盟这么轻易就放弃进攻了吗？足够强就可以了，人都没了，怎么进攻啊？快告诉我，怎么控制非洲？陈长安虽然暂时的将非洲放在了自己体内的小世界中，虽说并不会占用自己多少空间，可他还是要搞清楚控制非洲的方法，不然的话，这非洲就成了一个摆设了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说啊！你把那艘非洲上面的人都杀了？我是问怎么控制非洲。哦，那个我教你。非洲毕竟是炼气师联盟打造，如何控制他们才是最了解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多谢了。那你们先忙着，我再出去一趟。你又要干嘛呀？这不还有一个非洲吗？别浪费了。别浪费了，这小子一个都没打算放过呀。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啊？他难道真的隐藏了修为？这也太强了吧！无视阵法，无视飞天盟的强者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仅仅消灭了飞天盟的人，还收获了2艘非洲，这是要发呀！对了，你们知道一艘中品非洲价值多少神石吗？这个我好像还真听说过。不过就算都是中品非洲，也有强弱之分，比如阵法的布置之类的，都会影响到价格。就飞天盟这2艘非洲的价格，我估计应该数百万中品神石吧。数百万？应该不止吧？我有一次在拍卖场看到一艘中品非洲，被拍卖到了1200万中品神石的天价。咱们就算打个对折呀，这小子搞到了2艘中品非洲，那也是白赚了1000多万的中品神石啊！羡慕死我了。经过这一次的事情，再也没有人敢小看陈长安。陈公子，这是我们炼气师联盟的令牌，有这块令牌，以后您不管是乘坐非洲，还是购买我们炼气师联盟的神器，都享受70%的折扣。啊？炼气师联盟还有这种东西？陈长安并没有拒绝，笑着点头收了起来。对了，飞天盟的人专门打劫非洲吗？你们炼气师联盟就没有想过灭了飞天盟？非洲只是在他们打劫的范围之内，却并不仅限于打劫非洲。他们开着非洲四处转，遇见落单的或者好拿捏的，都会成为他们抢夺的对象。其实真正打击我们非洲的事情并不多，我怀疑这一次是因为万神大会开启，所以他们才专门在这条线路上进行了打劫，想要搏一搏。又过了1个月，陈长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万神城。大哥，这地方还真是热闹啊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青楼。话说我都好久没有去过了。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哥去那种地方的，要去也是我自己去。慕云瑶并没有搭理他，毕竟大黄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慕云瑶也懒得管。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，这么多人，客栈之类的地方还会有空闲的房间吗？这万神城这么大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但在万神城找了几家客栈之后，得到的结果都是客满。大哥，咱们不会要露宿街头了吧？实在不行，你多花点神石，咱们在这买一套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几位可是要寻找住的地方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来我这里如何？你开客栈的？非也非也，我开的不是客栈。不是开客栈的，你过来拉什么客？既然不是客栈，那我们也不方便打扰。多谢好意了。哎，不打扰，一点也不打扰。况且我收费的，不是免费。啊，放心啊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要赚点神石而已。我那儿空房间很多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说是不是？收费？多少神石啊？大一点的呢，1000下品神石一天，小一点的800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价格很公道吧？公道，1000下品神石一天，那1个月就得9万下品神石。万神大会一共3个月，住就得花费20多万下品神石。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来到这万神域，可刚才我都打听了，客栈一天才100下品灵石，你直接翻了10倍，这就是你说的公道？客栈能跟我的地方相提并论吗？小兄弟，我是觉得你这个人呐不简单，这才想要结交一番。
若是不信，你跟我来一趟，到了地方你便知道我说的价格究竟公道不公道了。长安，这个人这么热情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确实表现得太热情了，看看他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陈长安一行人跟着对方来到了他的住处，他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在万神城这种地方拥有一座如此巨大的别院。越是如此，陈长安就越觉得不对劲儿啊！大家萍水相逢，怎么就给了这么大的优惠呢？我看你这里庭院虽然很多，但好像并没有多少人居住吧？你弄这么大个地方干嘛的？为了出租？个人喜好而已，没别的，就是喜欢交个朋友，所以就在家里面啊弄个比较多的庭院，这不是方便朋友住吗？就因为喜欢交朋友？可你喜欢交朋友，你这也没见有多少人住在这里啊！你他妈有朋友吗？我知道你为啥没朋友了，你不真诚。啊？不真诚？交朋友是不是讲究一个交心？你说你既然喜欢交朋友，你怎么能要朋友神识呢？你知不知道，朋友一旦和利益挂上联系，那就变了性质。你这是为了交朋友吗？你这不是借着交朋友的名义坑朋友神识吗？不真诚，一点也不真诚。为啥你这里住的人会这么少？你多找找自己的原因。这么多年来，有没有努力的结交朋友？这么多年来，有没有真心的结交朋友？见过能说的，没见过这么能说的。陈长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？当年你就是这么忽悠我的，现在你还这么忽悠我？啊！此话一出，陈长安他们全都愣住了，对方竟然认识自己。不是，你真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？我风齐云，你真不记得我了？风齐云，这他们自己上哪儿记得去啊？名字有些熟悉，咱们应该认识吧？哎，算了吧，什么叫应该认识啊？你就是想不起来了。难怪你当初离开的时候说，再见到你的时候呀，你可能会忘记一切。你什么情况啊？转世了也不至于失忆吧？你都看出来我想不起来了，你觉得你问我，我能告诉你答案吗？我当初让你在这里等我干嘛？我哪知道，可能是让我帮你看家吧。这地方是你的。我的？在万神城这么大的一个别院，居然是我的？那我当年还留下来了什么呢？就这么一个地方，没别的了。听到这话，陈长安眉头微微一皱，就留下来这么一个地方，没道理啊！而且还让风齐云守在这里。风齐云虽然在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但是陈长安察觉得出来，风齐云的实力绝对是到了真神境。让一个真神境留在这里看家，你在这待了多少年了？也不算很长，差不多1000万年而已。怎么了？1000万年，没少赚吧？我现在回来了，你可以把神识都给我了。此话一出，风齐云整个人都懵了。什么叫没少赚吧？1000万年，你说说你这些年用我的地方赚了多少神识？既然你说了咱们两个是朋友，那我就不跟你要你住在这里1000万年的费用了。都是兄弟，我不能收你神识，但你赚的这些不拿出来，是不是有些不合适？嘿，陈长安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帮你看房子，你他妈给我费用了吗？你现在还好意思跟我要神识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哎，真的没有。行吧，那我也不为难你了。我的房间在哪儿？带我过去吧。风齐云郁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，随后带着陈长安回到了他原本的房间之中。你先好好回忆一下吧，我走了，有事你再叫我。好。你觉得这个风齐云有问题？不好说，但我和他之间究竟是不是朋友，都是他在说。不过，他能够直接叫出我的名字，起码说明认识。大哥，你说陈天会不会在这里也给你留了什么东西呢？陈天？难道说当年出现在万古神域的那个人，就是我自己？也并不是不可能，陈天的出现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启发，说不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的你，利用空间和时间2大法则，去到了更早之前的万古神域。一方面是为你自己铺路，另外一方面很可能是未来那个时间点的你曾经错失了什么，或者是走了一些弯路。不过呢，这些都是我的猜测。大哥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是你先来到的神域，还是未来的你先到的神域啊？如果你先到的神域，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导致未来的你选择了在你出现之前来到神域做一些事情，可是未来的那个你，他当初第一次飞升神域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有一个未来的你在帮忙铺路呢？那好复杂呀，到底有几个你，又有几个未来的你啊？大哥，咋这么多你呢？重复，轮回，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，不得已的重复进行着某些事情。
甚至有可能陈长安从太玄界到如今这一路的经历并非是第一次，而是发展了无数次。在这无数次的过程之中，某一个时间点的自己做出了某些事情来引导自己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陈天究竟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真的是我会出于什么原因留下来这么一个地方呢？来到万神城，你最缺的是什么？你可能留下来的就是什么。资源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东西。资源，这个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。如果是资源的话，那风奇云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看守。不过我看风奇云似乎是真的不知道，难道当初并没有和他说实话？大哥，这事你干得出来？毕竟要等待这么多年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先找找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放在风奇云的住所。还真是在这儿。当陈长安从风奇云的床下面找到了曾经自己留下来的东西之后，风奇云整个人都傻了。你把东西就放在我的床下了？你当年居然没有告诉我！这么多年了，我天天在这休息修炼，我他妈居然不知道我床底下有宝贝！知道了你也拿不走。这是拿不拿的问题吗？这是信任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他妈不信我，你还让我给你看什么家呀？就是因为信你，才让你看家。不告诉你，不是我不信你，而是不想让你有任何的负担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些年过得得多煎熬，不得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担心东西被偷被抢。你一点也没有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对了，你在这里的时间久，炼气师联盟在这里应该有他自己的地盘吧？有。你想要打造神器啊？我想要打造一艘非洲。非洲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打造非洲需要的材料很多，而且炼气师联盟不会那么容易就答应你的。听到风奇云的话，陈长安只是笑了笑，但是他心意已决，因为陈长安发现自己找到的那些东西之中似乎有很多炼器的材料。非洲很可能就是在指引我打造非洲，而且还是要打造一个高品质的非洲。如果我想要自己动手打造呢？自己动手打造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炼气师联盟是不会将打造非洲的方法随便泄露出来的，就算你给多少神师都没用，哪怕你杀了他们，恐怕也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因为炼气师联盟里面真正掌握着非洲打造方法的人，恐怕都不超过5个人，每一个都绝对是剑元界域顶尖的炼气师。就这么说吧，软硬都行不通。这么难搞？除非你是自己人，否则的话别想了。自己人加入炼气师联盟，你就非得要自己打造非洲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啥用啊？干嘛用啊？陈长安在之前就对非洲有兴趣，如果只是用来代步的话，陈长安不需要自己打造，毕竟自己手上就有现成的2艘非洲。可是他感觉这东西后面绝对会有用得到的地方。万神大会开启，炼气师联盟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炼气师应该都会出现在这里吧？当然会。你还真打算加入啊？就算你加入了，人家也不可能直接就教给你打造非洲的方法，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否则的话，不是早就烂大街了？云阳，你们就先留在这里好好修炼，炼气师联盟这边我自己过去就好，应该不会耽搁太多的时间。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我在这么长时间，也算是和他们有点交情。风奇云毕竟在万神城待了那么久，多少也认识一些人。风兄，既然是你带过来的人，我自然不会怀疑他想要成为炼气师有什么其他的目的。只不过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炼气师，可不是有关系就可以的。风奇云确实有点人脉，万神城炼气师联盟的一位长老就和他关系非常不错，所以呢，他也愿意给风奇云这个面子。只不过对于陈长安这种靠关系走后门的人，他多少有些看不上，甚至心中已经想好了，要是陈长安表现的有一点让他不满意，就直接赶走。你叫陈长安是吧？想要成为炼气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首先，你需要强大的精神力和专注力，甚至还要具备一心多用的能力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之外，能否炼制出好的神器，同样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依靠。否则的话，你如何萃取炼化那些材料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？有没有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看样子你很有自信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自信究竟从何而来。别说我为难你，我做你看，若是一会儿你能够领悟到1/10，就算你有资格成为炼气师。说罢，对方直接当着陈长安的面开始练气，只不过炼制的是最低级的，也是初级炼气师用来练手的小物件。别说我不照顾你，刚才我已经是用最慢的速度进行炼制，如果这样你都领悟不到看不懂的话，就说明你和炼气师没有什么缘分。没有缘分？材料给我，
啊，有胆量，给你。陈长安从对方的手上接过材料之后，仔细地回忆了一遍，随后就直接开始炼气了。哦，不错，掌握了火之法则，倒是能够更好的萃取炼化。诶，这熟练，太熟练了。不管是萃取炼化还是打造的每一步，陈长安的熟练都不像是一个刚刚接触炼气师的人呢。他之前应该就是一名炼气师吧？这我不知道。就是这小东西吧，也没什么难度。你以前就是炼气师？不是，第一次练气。第一次？你告诉我，你这是第一次？怎么了？很难吗？很难吗？炼气师联盟长老表情古怪地看了陈长安一眼，他也是从最开始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他刚刚接触炼气师的时候，可做不到陈长安这样的水平啊。你当真是第一次练气？不然呢？我隐藏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不可能！第一次练气，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种品质的东西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？难道说超出了你们认知之外的事情，就是不可能的吗？狭隘，太狭隘了，就不允许有更优秀的人存在。练气，我觉得挺简单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还要成为炼气师做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风青云，你今天带人过来，恐怕不是为了加入我们炼气师联盟，而是为了找麻烦吧？老子没事上你这找什么麻烦？老程啊，你我相识的时间也不短，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还有，陈长安是什么人我很清楚，既然他说了自己是第一次练气，那就一定是第一次。只不过这小子说话不太中听，可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呀。第一次练气就这么成功，对他而言，这不就是很简单吗？简单是吗？第一次炼制是吗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妖孽，才够胆说出这样的话。来，有胆量，你直接给我打造神器，材料我给你提供，你要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否真的有这样的炼气天赋。论学习能力，陈长安还真就没有怕过。他直接扔给陈长安2个玉简，里面是2件神器的打造方法和所需要的材料。如果真的是新手，没有别人的从旁指导，单凭自己领悟的话，绝对需要不断的失败磨合才能够成功打造。还没等程长老询问，陈长安直接开始上手炼气，速度之快让程长老再一次大为震惊。妖孽，炼气天赋如此妖孽，这熟练的程度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新手。你确定，他真的以前从来没有炼制过？如果他会炼气，还来你们这干屁啊？你这是给我送过来了一个宝贝啊！快，太快了，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，而且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炼制成功，天赋无与伦比的天赋，完美，竟然是完美品质的下品神器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按照步骤，一步步的来不就行了吗？对了，刚才炼制的过程之中突发奇想，所以做了点手脚，你看看效果怎么样？做了点手脚？什么手脚？程长老有些疑惑地看向陈长安，毕竟他完全看不出这件下品神器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你看，说罢，陈长安拿着神器，直接对着不远处的空地进行了攻击。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！你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在打造的过程之中融合了一些法则之力，提升一下神器的威力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打造的过程之中，将法则之力直接融入到神器之中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别说是程长老做不到了，他相信就算是剑元界域之内，也没有一个炼气师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我教不了你，我也不配教你，我更想不出来剑元界域之内究竟有谁能有这个资格教你。陈先生，你的能力已经站在剑元界域炼气界的巅峰了。陈先生，不过陈先生真的打算加入我们炼气师联盟吗？如果你加入的话，这对我们炼气师联盟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喜事。以你的能力，长老不在话下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得去跟几位盟主汇报一下，我可拿不了这样的主意啊。长老，那倒是也不错，毕竟身份和地位都提升了，想要接触到非洲的炼制方法，应该也会更容易些。好，不过有件事情我需要提前跟你说一下，我想要学习炼气，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打造非洲。如果你们要是不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，那我可能也不会加入了。打造非洲？打造这玩意儿吃力不讨好，他怎么还喜欢非洲呢？你打造非洲做什么呀？将来有用，我想要自己打造出一艘强大的非洲。将来有用？难道说这陈长安打算离开剑元界域？可他如今的修为只有准神境，就算要走，
怎么着也得突破到真神境才行吧？准神境到真神境，这得多少年呢？我会将这件事情和几位盟主商量一下的。他离开之后，陈长安看着风气云问道：“这炼气师联盟，盟主还有好几位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啊？什么？你打造神器的能力这么强，你真是第一次啊！滚蛋，说正事儿吧。剑元界域炼气师联盟一共有5位盟主，毕竟剑元界域这么大，一个人管不过来，5个盟主各自管理一个区域。就是不知道这一次来到万神城坐镇的是哪位了。”然而让风气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次炼气师联盟一共来了3位盟主。你确定他是第一次练气？你确定他在练气的过程之中，将法则之力融合到了神器之中？3位盟主一连串的问题让程长老也是有些架不住啊。3位盟主，你们能不能慢点说呀？我好歹也是一个长老，这点眼力还没有吗？陈长安确实应该是第一次练气，并非全因为风气云说的话，我也在观察。陈长安练气第一次是通过观察我的练气方式进行了模仿，这说明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实践能力更强。第2次，陈长安是自行学习打造方法进行的打造，不仅仅打造出来了完美的下品神器，而且还在里面融合了法则之力，这说明他的悟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。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，陈长安在炼气之上的天赋都是无人能及啊！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不能错过呀？不就是想要炼制非洲吗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只要他加入，别说炼制非洲，给他一个客卿盟主的位置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就是陈长安，你想要加入我们炼气师联盟可以，你想要学习非洲的打造方法也可以，甚至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客卿盟主的身份，但你要让我看到你的价值。你们想要怎么证明我的价值？炼气吗？不错，就是炼气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你能够成功炼制出上品神器，你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1个月的时间炼制出上品神器，是1个月的时间太久了吗？我知道，这样的条件确实很苛刻。对于炼气师而言，想要炼制出上品神器，那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。甚至有些炼气师一辈子都打造不出来上品神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就算让你成为客卿盟主，恐怕其他人也不会服。1个月有点久，或许用不了这么长时间。刚才虽然只是简单的练气2次，但我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练气的情况。上品神器，给我材料和打造方法，几天吧，应该足够了。几天？陈长安的话让在场众人都懵了，甚至是让人感觉到有些生气。你确定你只需要几天的时间？如果你现在就改口，我们还当做1个月为期。不用，就5天吧，5天之内应该没有问题。不过材料需要你们提供一下。没问题，材料我们给你，打造的方法我们也会教给你，只要你能够打造得出来，连神器都属于你的。啊，还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岂不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可以给慕云瑶打造一件神器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你们有没有全套类的攻击上品神器图纸，还有长裙类的防御上品神器图纸？有。你想要打造2件？待定。莫盟主奇怪地看了陈长安一眼，不过呢，并没有多想，而是让人将东西都取了过来。你开始吧，5天而已，我们就在这陪着你。漂亮，太他妈漂亮了！这打造的手法，这娴熟的程度，这完美的进展，妈的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小子是第一次打造上品神器。3人对视了一眼，从彼此的眼神之中都看到了迷茫和震惊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陈长安会打造成功的时候，他接下来的举动再次让众人陷入到了迷茫和不解之中。他在做什么？这个材料好像不需要吧？这小子怎么乱来？我去，他打算同时炼制2件上品神器。当看到陈长安打算同时炼制2件上品神器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懵了。要到最后阶段了，这小子同时打造2件上品神器，居然能够如此顺利的来到最后阶段。妈的，我都想跪下来给他磕一个了。他他妈不会是什么超级炼气大佬的转世吧？要不然咱们拜他为师怎么样？算了，拜了也学不会，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相比较炼气师联盟这些人的震惊和激动，风奇云那边就显得平静的多了。难道说这风奇云知道陈长安的炼气水平？若是如此的话，那这陈长安应该不是第一次接触炼气才对吧？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惊讶什么？他在同时炼制2件上品神器，你都不惊讶吗？什么？你是说他同时炼制了2件上品神器？难怪如此平静，这王八蛋压根啥也不懂，那他惊讶个屁啊！
那就算你什么都不懂，看到他这么快就可以炼制，你也不觉得惊讶吗？多少有一点，不过放在他身上，我觉得也正常。他变态起来，感觉所有变态都变得很正常了。突然，天空之中雷云密布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咱们没有拿错图纸吧？不是打造上品神器吗？怎么出现气节了？陈长安到底打造出来2件什么样的神器呀？第一次打造上品神器，不仅仅成功了，还将品质提升了。难道说还有将法则之力融入到了这2件神器之中？可什么样的法则之力才会让神器的等级提升到这种程度？就在3个人一脸震惊的时候，陈长安所打造的2件神器也已经是正式成型。又有雷劫，看来这一次的收获不错。陈长安，虽然你的实力不错，能够炼化这些材料，但是气节非同小可。你同时炼制了2件能够引来气节的神器，恐怕这威力同样也会翻倍。你撑不住这气节，我们3个打算。莫盟主3个人的打算就是尽量帮助陈长安度过这道气劫。不用，不过是气节而已，威力看起来也就一般，和神法比起来，差远了。虽说这气节不如神法，但是也不是小儿科呀。况且有这么做比较的吗？神法那可是……突然，3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了3个人的脑海之中。你还遇见过神法？遇见过，挺过瘾的，比这气节过瘾多了。过瘾？这他妈是要死人的事情，他居然说过瘾！3个人正要再说些什么，便看到陈长安冲天而起，直奔着气节冲了过去。这不是胡闹吗？他疯了！别紧张，我都说过了，他是个变态。变态哪有正常的？他既然这么做，应该就有把握，等着就行了。陈长安有多变态，风细云太了解了，就没有见过有人能够伤到陈长安分毫。随着气节的落下，别说是莫盟主他们3个人，整个万神城仿佛都是被卧槽这2个字填满了。只见陈长安虚空而立，任由气节击打在自己的身上，毫无防备。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你们几个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，咋跟小孩子一样一惊一乍的？又怎么了？经过气节的再次淬炼，神器的实力会更进一步，或者可以说，气节的出现除了危险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那就是验证神器的能力，提升神器的品质。可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，原因很简单，能够引来气节的神器太珍贵了，我们怎么可能舍得用这样的神器来抵挡气节？没想到我们居然走错了路。气节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，而当气节消失之后，并没有多少人去在意陈长安。你打造出来的是极品神器吗？不对，我感觉好像不只是极品神器那么简单，难道是绝品神器？莫盟主3人此时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充满了激动和敬佩。神，陈长安就是锻造的神，除此之外，绝对不会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。什么品级，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，反正不错就可以了。不错，这他妈是用不错2个字就能够诠释的吗？神作，这简直就是神作呀！上品神器的打造方法和材料，最终成品是极品，甚至很大可能是绝品神器，这性价比太高太高了，无价之宝，这就是无价之宝啊！事先说好了，打造出来的东西是我的，你们不会耍赖吧？耍赖？他们倒是想，可也得有这个胆量才行啊！你还想要炼器吗？我这材料有，图纸也有，只要你想炼器，我们随时提供，到时候分给我们几个就行。所以我现在算是炼器师联盟的人了，能够学习非洲的打造了。算，当然算。你以后就是我们剑元界域炼器师联盟的第1盟主啊！不，我觉得盟主有些配不上您的身份，这怎么办？咱们得给陈先生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才行啊？3个人犹豫了片刻之后，突然转过身，扑通一声，直接给陈长安跪了下来。而一旁的风夕云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先生，您的锻造之术登峰造极，已经入神境，我们毕生所学都不够与您相提并论的，恐怕终其一生都无法追赶上您的脚步。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想要尝试一下，您能够收我们为徒吗？拜师？你们先起来吧。不是我不想收你们为徒，我相信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锻造的方法并不适用任何人，就算我真的肯教给你们，你们也学不来。而且有些事情不是教就教得会的。我们确实不够资格成为您的徒弟，
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在一旁观看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从中有所领悟。听到这话，陈长安点了点头，这倒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。况且刚才陈长安练气的时候也并没有选择隐藏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你以后在炼气师联盟的身份不如就是老祖级别吧，您觉得如何？老祖级别，果然到哪儿都不是当小弟的材料，到处当祖宗。陈长安想要加入炼气师联盟，想要学习非洲的打造方法，可到了最后怎么演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学徒变长老，现在直接他妈变祖宗了。你是过来学习的还是过来收编的？不过你们炼气师联盟可是有5位盟主，那2个还没同意，你们做得了主吗？不重要，咱们若是见到了老祖炼气，一定会臣服的。说与不说有什么关系啊？你2个货要是在这儿，都得给老祖舔脚趾，跪舔。老祖，这是非洲的炼制方法，下品到上品的都有。不过若是要炼制上品非洲的话，材料方面可能需要点时间，我们要筹集一下。材料我自己这里就有，炼制的时候我通知你们，你们也好在旁边观看。多谢老祖。老祖，这是代表您身份的令牌，有了这个令牌，从此以后建元界域之内，炼气师联盟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会听从您的吩咐，炼气师联盟的资源也可任您使用。风继云此时在一旁也是羡慕不已啊。就算是盟主也没有这么大的权限，但是陈长安有，陈长安自然也不会跟他们客气，这样一来更有利于神剑宗的发展呢。那你们先忙一会儿吧，我回去一趟。好的，老祖。对了，老祖，5天之后有一场聚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也让其他人认识认识您，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？聚会？什么样的聚会？这种聚会也算是一个惯例了吧。每次万神大会开启之前，有头有脸的人都会聚集到一起，能够参加也算是身份的象征，意味着在建元界域这个地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地位了。这样的聚会能有什么意思？炫耀谁的身份地位更高一点？我想一想吧，先走了。是，老祖。给我的。这长裙好漂亮啊，还有这个钱套，我也很喜欢。我看这2件东西应该都不是神器吧？我打造出来的，至于品质如何，最少应该也是绝品神器。而且在这全套之中，我融入了力之法则；长裙之中，我融入了空间法则。慕云瑶尝试了一下，很方便，全套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念出现和消失。就在此时，大黄摇摇晃晃的带着小蚯蚓和伊陀从外面走了回来。不是让你们修炼，怎么跑出去了？大哥，不差这1天2天的，我也挺久没出去潇洒了，是吧？带着2个兄弟出去见见世面。你真别说哈，这神域就是不一样，那姑娘一个个的真的是……什么情况？大哥，大黄哥又咋了？没事，应该是拿大黄练练手。练练手？这是要把大黄练死吧？为什么？大嫂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扛揍，正好用来试试我新得到的神器威力如何？效果不错，我很满意，辛苦你了。我扛揍？我大哥更扛揍，你怎么不拿他练手啊？舍不得。你舍不得打他，你就拿我练手。行了，一会儿赏你根骨头，算是奖励。大黄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为了大哥大嫂，我什么苦都可以吃，我愿意为大哥大嫂付出一切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过几天带你们出去玩，怎么样？出去玩？大哥，去哪玩啊？万神大会开启之前有一个聚会，规格比较高。这么说吧，神剑宗的身份都没资格参加，怎么样？感不感兴趣？高规格，那岂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大哥，咱们是去装逼吗？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咱们是去装逼的？我们过去是为了传授他们何为装逼的真谛，都是为了大家啊，辛苦一点没什么。对，大哥说的对，真是辛苦姨夫了。大哥，为啥你会对这种场合感兴趣啊？有点不符合你的性格呀。原本确实没兴趣，也不打算参加，不过刚刚突然改变主意了。改变主意了？大哥，是因为看到我受了委屈，打算补偿我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要看看这建元界域的实力究竟如何，这对神剑宗的发展有帮助，顺便坑点是点。坑点？一听这话，大黄瞬间就来了精神，这事儿他可太喜欢了。此时的万神别院，
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进入。然而莫盟主三人此时正在万神别院的外面等待着陈长安的到来。莫盟主、徐盟主、秦盟主，你们这样的身份就不必在这里亲自等待了吧？你们忙你们的，不用管我们。可是，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这些人也不敢多说什么，毕竟这三位的身份地位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惹得起的。不多时，当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，三个人也是眼睛一亮。准神境，身后还跟着一条狗、一个小孩以及王八，这么有性格的吗？最可怕的是，当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，他们都感受到了炼气师联盟三位盟主的变化。炼气师联盟的三位盟主居然走到一个准神境面前，毕恭毕敬的鞠了一躬。我操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！这三位都是眼高于顶、一身傲气之人，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让他们三位如此的恭敬？不用特意在这里等我。就是，你们在这等着，大哥还怎么装逼啊？啊？装逼？装什么逼？老祖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在此等待。行吧，那咱们先进去。哎，好。我去，疯了吧！我刚刚都看到什么了？莫盟主他们三个对着一个准神境毕恭毕敬就算了，就算是走路都得排在狗后面。哎，快，咱们也赶紧进去！我真的想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。哎，对，快进去！这小子不就是前几天利用神器对抗气劫的那个吗？对，我也见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居然走在莫盟主三人前面！不只是他走在前面，连他妈狗都走在前面，可真是狗让人世啊！静，原本还热热闹闹的万神别院，在陈长安出现的那一刻，陷入到了一片寂静之中。我说，各位至于吗？会不会是你们想多了？要我看，这小子应该是炼气师联盟的后起之秀，这三位盟主应该是想要给他造势，所以才会这么做的。你们不会真的觉得这小子有什么不凡的来历和身份吧？老子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这种人，啥实力没有，就他妈知道依靠长辈的威风装腔作势。那小子，哎，对，就你，居然敢这么说我大哥！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别管你是什么，你的修为也不过是刚刚突破到地神境，方家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地神境都可以挑衅的地步了吗？哼，我不知道，更不需要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大哥究竟是谁。方家家主眼神轻蔑地看着大黄，等待着大黄的下一句话，然而却发现大黄站在一旁不吱声了。你他妈倒是说话呀！说鸡毛啊！我当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你脑子不好啊？早就告诉我了。大哥，这个人脑子不咋地呀！我这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，这不就是告诉他了你是谁吗？你当然是我大哥了。哼，他居然还问，你说是不是有点傻呀？老子管他是谁大哥，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轰的一声巨响，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都说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这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没有又如何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要让我将你放在眼里？别以为你有他们三个撑腰就敢无所顾忌。告诉你，我方家不怕，况且我也不认为炼气师联盟为了你就敢对我们方家怎么样。从今天开始，炼气师联盟拒绝和方家的所有合作，从此以后，炼气师联盟也不会为方家打造任何一件神器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都愣住了，这是要彻底和方家撕破脸了？大黄哥，你是故意的？废话，你懂个屁呀！我这是在为大哥装逼寻找机会，有机会要上，没有机会制造机会也要上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狗腿子。你们学着点吧，都是知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下也是在为大哥造势。若是那三个人就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恐怕有些人不会太在意的。只有最直观的装逼才会让他们印象深刻，有利于咱们一会儿的行动，坑的能多一些。还得是你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拒绝一切合作就拒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炼气师联盟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？你又以为你是谁呀？炼气师联盟，他还真说了算。从始至终，这三个人就没有出现在陈长安的身前，这样的举动就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方家家主虽然很愤怒，但是到了这一刻，他再看不出来，恐怕就真的是个傻子了。都是这个狗东西，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失去理智？莫盟主，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究竟是谁？他是谁？我告诉你，他乃我炼气师联盟老祖。老祖？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懵了。
因为炼气师联盟压根儿就没有老祖这样的存在。莫盟主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炼气师联盟什么时候有了老祖？难不成他还是你们的师傅？老祖确实不是我们的师傅，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够资格成为他的弟子，能够获得观看老祖炼气的资格，就算是我们三生有幸了。前几日，我们炼气联盟炼制出了神器，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？不怕告诉你们，这神器便是老祖炼制而成的，而且是同时炼制了2件。老祖的炼气早已登峰造极，我们根本就无法与其相提并论。既然老祖这么说了，那么从此以后，炼气师联盟将不会再与方家有任何的合作。莫盟主说完之后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方家家主此时也慌了，这一趟万神城之行，任何好处没捞到，先把炼气师联盟得罪了，就算他是家主，回去之后还不得直接被家族长辈扒皮抽筋呢？我坐哪儿？您请上座。上座，合适吗？合适，非常合适。不错，您是炼气师联盟的老祖，论身份论地位，上座就应该是您的。哎，对，我们没有任何意见，这太合适了。您不坐谁坐呀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陈长安坐下之后，大黄得意地看向了众人。那我能不能也坐在这里呢？可以。哎，当然可以。方家家主此时直接来到陈长安面前。抱歉，真的抱歉，先前不知道先生您的身份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饶过我这一次啊？若是炼气师联盟真的拒绝和方家合作，我会死得很惨，求求您高抬贵手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犯了错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想要一笔勾销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是，您说的对，我要怎么做您才会原谅我？只要我做得到的，您尽管开口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若是抓着你不放，倒是显着有些小气了。我这人很大度，人与我为善，我与人为善。这样吧，我要的不多，你手上的资源我要5成，从此以后炼气师联盟会跟你们方家继续合作，甚至我也可以亲自出手，为你们方家炼制一件不错的神器。好，我答应，我都答应。您真是大人有大量，刚才是我太过分了。日后若是您有什么用得到我们方家的地方，您只管开口，我可以保证，只要是我们方家力所能及的事儿，我们绝对不会推辞。这变化也太快了，刚刚还剑拔弩张，这么一会儿和好了，而且还他妈答应帮助方家炼制神器。我可以请您帮忙炼器吗？我也想要。诸位，这神器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炼制的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我老祖要是答应了，那得忙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们3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陈长安便抬手阻止了他们，随后对着众人说：我也是刚刚成为炼气师联盟的老祖，也算得上是新官上任。既然各位如此热情，那我们炼气师联盟自然也不会亏待了你们。不过你们也应该清楚，炼气尤其是炼制高品质的神器，成功率并不是达到100%。你们想要炼制什么，材料自己提供，而且最少要提供3份，届时我们会为你们打造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脸色一喜啊。莫盟主3个人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。发了！桃黄哥，哪儿发了？哎呀，你们两个真的是，算了，我教教你们。大哥出手，那成功率如何还用说吗？他们提供的材料，那9成都会被大哥直接收入自己囊中的。哎呦，这打造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？那若是有人想要先打造自己所需要的神器，是不是就得给大哥孝敬孝敬啊？你说这还不发呀？原来如此，可我不懂义父为啥放过了方家。你能不能用点脑子呀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干掉这个方家家主只会引来麻烦事儿，何必呢？虽然大哥不怕，但是完全没有必要。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他还美滋滋的。你看现在多好，一门心思讨好大哥，这才是最有效的御敌手段。况且大哥跟他又没有深仇大恨，犯不着拼死拼活的。跟在大哥身边那么久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学不会啊？陈先生，你说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您成为了炼气师联盟的老祖，没准备什么，这点薄礼还希望陈先生不要嫌弃。我是洛水文家的。洛水文家是吧？不错，你们很不错。炼制完方家的神器，我会先帮你们文家炼制的。居然还真的管用！我去，我他妈原本是打算聚会结束了再来这一套，没想到被这小子抢先了。失算了呀！他居然真的当着众人的面送礼。哎呀，果然不能要脸，好面子不是什么好事。是啊，多好的机会，怎么就让文家给抢先了呀？
主要是我没有想过，陈先生居然真的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收礼啊！这有了文家开头，接下来这一场盛会彻底成为了陈长安的主场。知道的这是万神大会开始前的聚会，这不知道的还他妈以为是陈长安的寿宴呢。真是没想到这地方竟然如此热闹。说起来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所谓的万神大会。哼，也不知道这些人在高兴些什么呢。诸位请留步，请问你们来自何处啊？怎么着，进你们这儿还需要请柬不成？是我雅家不配吗？雅家？请问可是玉龙雅家？正是。玉龙雅家？怎么会是玉龙雅家呀？玉龙雅家在剑元界域之内实力排在前3，万神大会开启了不知道多少届，但玉龙雅家从来都没有参与过。啊，几位里面请，玉龙雅家到。玉龙雅家怎么会来这里？看样子，这个玉龙雅家在剑元界域很厉害。这玉龙雅家是剑元界域的古老世家，实力很强，真神巅峰境就有不少于10位。更有传言，玉龙雅家有一位神将境界的老祖宗，只不过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过这位老祖宗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但是半步神将的强者，雅家起码有3位，这就是古老世家的底蕴。抱歉，真的是抱歉，不知道雅家的人会来到万神城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。无妨，我们也不过是心血来潮，打算来这里游玩一番。听说这里有个什么聚会，就过来看一眼。刚才我在外面听着很热闹，怎么现在如此安静？大家是不愿意我们的到来吗？哪里，公子能来是我们的荣幸。不错，能够和玉龙雅家的公子共聚一堂，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。是啊，雅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多想，我们绝对没有那样的意思。各位，那我们坐在主位上，你们应该不会反对吧？主位，以玉龙雅家的地位，哪怕来的只是一个晚辈，坐在主位也并不过分。可如今主位早就已经被陈长安所占据。是雅家这些年过于低调，所以现在这些人已经不将雅家当成一回事了吗？这小子是谁？他的修为不过是准神境，这样的人能够坐在主位上？不知这位是？雅公子，这位乃是炼气师联盟的老祖陈长安，陈先生。炼气师联盟老祖陈长安？炼气师联盟什么时候有老祖了？而且还是个准神境的老祖，古怪，太古怪了。更古怪的是，这万神别院的主人好歹也是真神境修为，居然称呼他为陈先生。啊，原来是炼气师联盟的人。不过有点好奇，我们雅家如今的地位连炼气师联盟都不如了吗？还是说炼气师联盟觉得你们如今的地位已经超越了我们雅家？不管他是因为什么能够成为老祖，但那又如何？别说是一个老祖，整个炼气师联盟加起来敢和雅家硬碰硬吗？你好像很瞧不起我。炼气师联盟在剑元界域还是有些能量的，只不过我就是很好奇，我雅家之人是否不配坐在主位之上？雅家或许有这个资格，但你不配。你在雅家是什么身份？你觉得自己代表得了雅家？这个位置你今天坐不了，没别的，就因为我坐在这里。这可是玉龙雅家呀！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如此和少主说话？雅战？怎么是他？他居然也来了万神城！刚刚雅战说什么？这位雅家公子居然是少主身份？我还以为只是雅家的一位公子，没想到竟然是少主。这一下，陈先生恐怕是踢到铁板上了。雅家少主确实有资格代表雅家。这咱们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能得罪哪一个呀？可众人此时都是犹豫不决，不想得罪雅家，但同样也不希望陈长安有事啊。莫盟主3人此时也是紧张的看了一眼，随后传音给陈长安：老祖，这雅战乃是雅家的真神境巅峰强者，如果对方真的是雅家少主，恐怕这件事情真的有些麻烦了。若是一会儿动起手来，老祖您先走。听到莫盟主3个人的话，陈长安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在意。你不行，你们少主也不行。我倒是好奇，他是谁？居然能够让你们雅家的人陪同他来到此处。陈长安看了一眼雅家少主身后不远处的一个年轻人，他的话也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对我的身份感兴趣，不然你真的承担不了。你们和雅家想要怎么样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我不过是看个热闹罢了。做人要知斤两，懂分寸。此人绝非剑元界域之人，如此看来，
应该是来自于其他界域了。所以说，我和雅家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当真不管不问？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不过如此。你可以不给雅家面子，但是我的面子，你最好想清楚。你的面子，我不管是雅家还是你，今天这个位置，我还真不打算让出来。有本事，你们过来抢一抢！大言不惭！雅战脸色一沉，身影一闪，直接来到陈长安的面前。他伸手一抓，想要将陈长安直接从这万神别院扔出去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手腕居然被陈长安直接抓住了。可笑！你……雅战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死亡之力快速地冲入到了自己的身体中。松手！你小子给我松手！这是准神境，这他妈是准神境！挣脱不开，雅战只能够抬起另一只手，直接向着陈长安攻去了，全力一击，结结实实地拍在了陈长安的身上。可结果同样是让雅战一脸懵逼啊！没事儿，我可是真神境巅峰，全力一击，这小子依然是稳坐如山，连根毛都没有被伤到。无奈之下，雅战抬手斩断了被陈长安抓住的手臂，身影一闪，和陈长安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雅家少主此时更是一脸懵逼，连带着那个年轻人也是皱起了眉头。古怪，太古怪了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小子有古怪，他刚刚抓住我之后，一股恐怖的死亡之力冲进了我的身体之中。死亡法则！这小子居然领悟了死亡法则！死亡法则！年轻人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是浑身一震。小子，你不错，有没有兴趣成为我齐家的附庸？齐家，对于这个家族，在场众人可以说十分的陌生，毕竟这并不是存在于建元界域的世家大族。或许你们并不清楚齐家这两个字代表着什么，但是你们要清楚，若我齐家愿意，你们整个建元界域都将会臣服在我齐家之下，你们加在一起也不是我齐家的对手。听到这话啊，众人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啊。陈长安能被齐公子看中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还不赶紧谢过齐公子？这可是你的造化。哟，这看着好像是一个人，那感情居然是我的一条腿啊！大黄哥，啥意思啊？笨蛋！大黄哥的意思是，这小子就是一个狗腿子。哦，那他确实是，长得也像。狗腿子又如何？能够跟随齐公子左右，那是我雅家的福气。跟随我左右，你还不够格。是，齐公子说的对，我确实还没有这个资格，但如今能够与您站在一起，便已经是我这一辈子的荣幸了。呸！妈的，比他妈我还能舔！好歹你也是建元界域雅家的少主，这家伙让你舔的。雅家愿意舔你齐家的臭脚，可我不愿意，让我成为你们齐家的附庸，你觉得你们齐家配吗？哼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懂我们齐家的实力如何。不过也对，毕竟你们都是一群连建元界域都走不出去的家伙，一群可悲之人，倒也没有必要怜悯。陈长安，我会让你知道我们齐家究竟配不配，但是如今我同样也要告诉你，你已经不配成为我们齐家的附庸了，因为你将会是一个死人。死人？这齐公子的实力不错，但也只是真神境，就连雅战都不是陈长安的对手，他凭什么说出这番话？难道说这齐公子还有后手不成？不愧是大家族的公子，来一趟建元界域都带着神将级别的强手啊！不过你当真以为你带着神将我就会怕你不成？这小子太诡异了，明明只有准神境的修为，却能够让雅战这种级别的强者身受重伤。最可怕的是，陈长安并没有隐藏修为，他是货真价实的准神境。这样的妖孽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建元界域的这种地方？不能留，这个陈长安绝对不能留，否则的话，后患无穷。杀了他！因为有了雅战的前车之鉴，对方毫不犹豫的全力出手。巨大的声音传出去，传遍了整个万神城，恐怖的威力不断的扩散。万神城众人都是一脸惊骇的表情。虽说对方的攻击针对的是陈长安，但是这威力实在是过于恐怖啊！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？然而陈长安不仅仅挡住了，甚至是毫发无伤。这一下，就连齐公子也有些慌了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这耀武扬威，这就是你们齐家的能耐。说实话，我很失望，你们太弱了。齐恒，你先走，这里我来处理。这小子有古怪，快走！走，我同意了吗？不想死，最好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，否则我可不会一直这么客气了。在这两个人的眼神中，陈长安实力非凡，或许并非陈长安没有隐藏修为，
而是哪怕神将境界的强者，也洞悉不了对方的真实境界。那会是什么？神君境界，还是神王境界？剑元界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？又或者说，此人是从其他界域而来的？前辈，刚刚多有得罪，还请前辈勿怪。你这种实力的强者，没事隐藏修为做什么？巴不得别人上赶着送人头吗？齐家有多强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清楚，面前服软的这位可是神将境界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你们齐家还真是欺软怕硬。说，你们来剑元界域，意义何为？听到陈长安的话，齐恒和齐家强者两个人都是面露犹豫之色。莫非，他们的目的是这万神大会？万神大会究竟有什么，会将其他界域的人吸引过来？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这里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的？他们要找的是人，还是物？若是我说了，先前的误会是否一笔勾销？误会？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？齐恒正要说些什么，却被齐家强者拦住了，对着齐恒摇了摇头。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，他叫齐元浩，乃是我齐家的叛徒。齐家叛徒？这话是真，但不是全部。若只是一个叛徒，齐家何必大老远的追过来呢？恐怕这齐家叛徒的手上有什么东西让齐家之人不得不追过来啊！你的意思是，齐元浩就他万神域，若是他在这里，你们不直接去找他，跑到这万神别院凑什么热闹？你这话究竟有几分真，又有几分假？前辈误会了，那齐元浩精通幻术，能够随意更改自己的样貌和身形，而且对于气息隐藏的手段也十分高明。我们一路追踪齐元浩到了这剑元界域，却在进入剑元界域之后失去了齐元浩的行踪。但应该是利用进入剑元界域之后，界域间的气息隔绝，隐藏了自己的气息。我们也是听说这万神大会十分热闹，想要过去碰碰运气。齐元浩这个人最善于隐藏于人群之中，人越多的地方，他觉得自己越安全。你想知道的，我们已经告诉你了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走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将你们手上的东西都留下来，就当做赔罪了。我承认你的实力不错，可你当真以为我们齐家就这点本事不成？就算你现在杀了我，你觉得齐家会放过你吗？况且，我不认为你有杀了我的资格。前辈，我齐家已经选择了低头让步，希望你也不要得寸进尺。哈哈，说得好，刚刚你们的咄咄逼人，你们是资质不提的是吧？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们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杀给你看看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都是一脸震惊啊！陈长安当真要杀了齐家的人不成？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只见一道黑影从陈长安的身后冲向了齐家强者。下一刻，黑影又回到陈长安的身后。陈长安的影子成精了，死了！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根本就没看清发生了什么。好像是陈长安的影子。影子？新手段，之前怎么没见识过呀？影卫，陈长安居然将影卫放出来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大哥，影卫一直跟在你的身边。10万影卫出现，确实不方便，但出来一个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是担心出现一些我的实力还无法击杀的人，所以让尹一跟在我身边，隐藏于我的影子之中，见机行事。大黄嘿嘿一笑，随后直接跑到齐恒两人的尸体旁，将两个人身上的东西找了出来。大哥，有点奇怪，这两个人都死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查看他们的纳戒之中有什么东西，还有一层封印。听到大黄的话，陈长安查看了一下，这两个人的纳戒果然还有一层封印，这应该是齐家的一种手段，就是担心族人出现了什么意外，在这纳戒之上加了一层封印，若是封印被强行冲破，齐家那边应该会有所感应。陈长安没有犹豫，直接出手冲破了这两枚纳戒的封印。而当封印被冲破的那一刻，两道灵魂虚影突然出现，对方在看着陈长安，陈长安也同样在看着这两个人，一模一样的灵魂虚影，看起来这两个人的纳戒都是同一个人进行的封印。你杀了我齐家的人，剑元界域，陈长安，等你。好，我会来的，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吧。说完之后，齐家这位强者的灵魂虚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前辈饶命！前辈，我们之前是被迫无奈，若不是因为齐家过于强大，我们绝对不会为了齐家得罪您的。前辈，我们雅家……回去告诉你们雅家的人，这件事情我很不开心。是，您放心，话我一定带到。各位，别愣着了，刚才不过是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小事情，
不用在意。来，继续咱们的聚会。看到众人那紧张的表情，陈长安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果然，人要是优秀起来呀，那绝对会没有朋友。看样子，我若是继续留在这里，你们应该也不会自在吧？哎，不是，前辈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？对，我们怎么可能会不自在呢？能够和前辈共聚一堂，是我们的荣幸啊！我们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够结识前辈您这样的强者，三生有幸，荣幸之至啊！这群人之中，莫盟主三人此时是最兴奋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竟然为炼气师联盟拉拢到了如此一位恐怖的靠山。罢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就先走了。至于炼气的事，你们就和小莫他们三人沟通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万神别院是你的对吧？没错，这地方是我的，前辈喜欢，若是如此，送给您也无妨。那倒不必了，不过有些话，我想找你单独谈一谈，方便吗？谈一谈。前辈，您不会是想要查找那齐元浩的消息吧？不瞒您说，对万神城我十分了解，可我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。或许是这齐元浩真的隐藏极深，毕竟齐家的人都没有马上发现。你没发现，但我已经发现了。所以，现在你打算跟我谈谈了吗？此话一出，万神别院主人不由得心头一震啊，一脸疑惑地看向了陈长安。这，我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的吗？你当然帮不了，你不就是齐元浩吗？前辈，为何会怀疑我是齐元浩？我在这万神城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大家都是认识我的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行了，齐家的人都死了，这里也没有其他人，不用装了。你觉得，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把握，会跟你说这些吗？听到陈长安的话，万神别院主人此时也是一脸懵逼。大哥，带过来了。原来你是因为发现了他，所以才开始质疑我的身份。我还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。先怀疑的你，然后才发现了他。你和齐家应该互不相识，同样也不会有任何恩怨。你一直表现的都很平静，也很正常。但他们死的那一刻，你还是出现了破绽。你眼神之中出现了轻松的神情，那是一种如释重负后的轻松。你的眼神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，尤其是当那两道灵魂虚影出现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同样是最大的。不过我没想到，你只是将万神别院的主人控制了起来，而不是杀了他。无冤无仇，我没有杀他的理由，我只不过是想要暂时隐藏起来，躲过齐家的追杀罢了。来，说说你的故事，展示吧。齐家作为世家大族，族人众多，齐元浩这一脉虽也是主家，但一直受到打压，最终齐元浩这一脉选择了反抗。停，你这故事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我敢肯定，就这相同的故事，就在这一刻，神域之中的某个角落一定同样在发生。太扫兴了，直接说重点呗。齐家追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把齐家的宝贝偷出来了？也不算什么宝贝，只是带走了一个秘密。秘密？这就有点意思了。不会又是什么烂大街的秘密吧？烂大街那还叫秘密吗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告诉陈长安这些啊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不是，凭什么你让我说就说呀？这可是我们这一脉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秘密，如今也不知道我们这一脉还有多少族人活了下来，我岂能随随便便告诉你啊？实力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咱们刚才聊到什么地方来着？哦，对，秘密。关于这个秘密啊，齐元浩无奈之下，也只能够将这个秘密说了出来。丰隆界域，你们齐家应该不是丰隆界域的吧？为什么你们知道的秘密却是关于丰隆界域的？齐元浩口中的这个秘密是丰隆界域之中，据传有一处神脉，神脉之中不仅仅存在着大量的天才地宝，据说还有超神器这种级别的宝物存在。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丰隆界域之中的人都听说过关于这神脉的传说。真正的秘密是，我们齐家掌握了神脉大概的位置，这才是齐家不想让我们泄露出去的。齐家是打算独吞这神脉之中的所有宝物？独吞？就凭齐家？齐家虽然很强，但恐怕还没有资格独吞才对。你们齐家是如何得知这神脉位置的？消息准确吗？消息的具体来源我并不是很清楚，但齐家对这个消息深信不疑，而且近万年以来，齐家一直都有派人前往丰隆界域打探消息的虚实。齐家一直都在为了抢夺神脉宝物做准备，而且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100年之内，齐家必然会集齐所有的精锐，前往丰隆界域。100年之内，从你们齐家所在的界域前往丰隆界域，需要多久？大概20年的时间。20年？这界域之间果然是相隔甚远，
就算是利用速度奇快无比的非洲，竟然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。如今你们这一脉的叛逃，恐怕齐家会提前行动。听到陈长安的话，齐元浩眉头微皱，思索片刻，也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。陈先生，如果你对这神脉也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但我希望，若是你真的夺得了神脉的宝物，能够分给我一些便好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你大可以直接动手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可以，不过若我想知道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一样有办法。只不过，没必要。那你就暂时先留在万神域吧，等到我想去的时候，会来通知你。多谢陈先生，我会留在这里等你的。不过，先前出现的那道灵魂虚影，乃是齐家的一位老祖，实力为神将巅峰，他恐怕不会上罢甘休。若是神将巅峰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如此看来，陈长安的实力最少也是神君境界，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老祖您过来了，这是那些人孝敬您的，还有这些是他们送来的炼器材料。您看，您什么时候开始炼器呀？行，接下来我要开始炼器，尽量在3天之内将这些东西全部炼制出来。你们在旁边好好看看，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。3天之内，这么多商品和极品神器，3天之内打造完成，这可能吗？然而接下来陈长安的举动让3个人彻底服了。快，太快了！陈长安炼器太完美了，一切水到渠成。如此困难的炼制，在陈长安的手上变得十分简单。1天之后，陈长安终于是停止了炼器，随后看了一眼莫盟主3人。今天交给你们，我看看你们昨天都学到了多少。好，老祖放心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感觉经过昨天的观摩，我已经茅塞顿开，炼器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了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光说不练假法时，感觉没用，上手试试就知道了。是。随着3个人开始练气，炼器师联盟之中充斥着陈长安不满的训斥。小莫，你脑子让驴给踢了。第3步快了，淬炼不到位；还有第5步慢了，融合起来会出现瑕疵。还有你，小群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行了？谁让你这么练气？你他妈以为你是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没有那个本事，你就稳扎稳打的练气不行吗？模仿我有屁用？小秦，你他妈也别笑，3个人里面最垃圾的就是你。你看你炼制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知道的是你在练气，不知道的还他妈以为你在败家。你们3个都能成为炼器师联盟的盟主，这剑元界域的炼气宗是真的没救了。1天，整整1天时间，莫盟主3人练气多久，陈长安就训斥了多久。正所谓严师出高徒，被陈长安训斥了1天的结果就是，他们现在炼制上品神器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0%，就算是极品神器，打造起来也比曾经容易得多，速度也快了很多。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为何我之前打造神器需要那么多天，而如今1天的时间就可以打造出来这么多呀？对啊，我们的实力并没有任何的增长，炼器的手段也和以往相差不大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因为之前的你们不够自信，所以炼制神器的时候小心翼翼、畏首畏尾，生怕哪一步出现了错误，导致炼器失败。可今天，你们从头到尾，心里面想着的只是快速炼制出神器，甚至是如何能够达到我这样的速度。记住，心无畏惧，则无往不前。此话一出，莫盟主3人都是心头一震呢。凡事别看太重，轻松一点，自然一点，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。你要走了？这万神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不参加了吗？万神大会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，留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。剑元界域的神剑宗是我徒弟创建的，我要先回一趟神剑宗。神剑宗？真没想到，这剑元界域之中竟然还隐藏着神剑宗这样的超级势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竟然不知道神剑宗的存在。这神剑宗行事竟然如此低调，恐怖，这太恐怖了。你想多了，神剑宗实力一般，所以你们才没有听说。你们要是打听一下，还是会知道神剑宗的存在的。老祖放心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日后炼器师联盟会和神剑宗密切合作，但炼器师联盟毕竟不是一个师门组织，没有办法和神剑宗合并，还请老祖见谅。无妨，相互照应照应就可以了。是，老祖。段家、邱家、高家联合了云象宗和4绝门，集体对神剑宗发难。
很显然，他们都看中了最近神剑宗所获得的那些资源。可笑，简直是可笑！居然让我们将这16处的神石矿脉全部让出去，他们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！妈的，我看他们是不想活了。你先别冲动，咱们神剑宗的底蕴确实会被他们看不起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虽说在师尊的帮助之下，咱们收纳了不少天神阁的强者，但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的和咱们一条心，恐怕就算真的出现了问题，他们也未必会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如今咱们的人都分散开了，他们5家联合起来确实比我们强。我就想不通，当初天神阁霸占这16处神石矿脉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小心思？如今我们神剑宗霸占了，他们就来了兴致了，就这般瞧不起我们神剑宗吗？他们也不想想，咱们连天神阁都能吞得下，就不怕在咱们这里吃亏吗？咱们运气不好，若是之前，他们或许也会考虑考虑。最近听闻段家和云象宗都有人突破到了真神境，所以他们才会有恃无恐。5家联合，其实这已经是他们慎重考虑之后做的决定了。若是师尊在此，何须畏惧他们5家联合？师尊去了万神城，算算时间，如今万神大会好像才刚刚开始，也就是说，师尊回来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咱们扛得住这几个月吗？他们给我们的期限是1个月之内给个答复，尽量拖延时间吧，等待师尊回归。宗主，各位峰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段家和云象宗为首的5家带着人过来了。过来了？这么快？来了多少人？很多。不是说好了1个月的期限吗？怎么这边送信，那边人就到了？你们神剑宗的人想清楚了吗？我劝你们最好快点做决定，不然的话，你们的下场不会比刘家那些人强多少。刘家？难不成他们也想来一个资源整合？不是说要给我们神剑宗1个月的考虑时间吗？不错，确实是给1个月的考虑时间，不过不是你们，而是我们。从送信到现在，正好1个月的时间。你们决定好了吗？若是选择臣服，主动将你们掌握的资源交出来，你们神剑宗从此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附庸。若是不同意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就凭你们这些人，你觉得今天你们灭得了我们神剑宗吗？你们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哼，你们神剑宗虽然底蕴不足，但你们的实力我们可从未小看过。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你觉得我们会来到此地吗？好，我答应你们的条件。答应了？他居然答应了！范建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居然答应了他们！闭嘴！16座神石矿脉交给他们。我是神剑宗宗主，难道我不可以做决定吗？你别忘了，神剑宗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说交就交，凭什么？二师兄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大师兄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道理？什么道理啊？凭什么把咱们的东西让给他们？他们算个屁呀！看样子你们这神剑宗倒也并不是很团结，到底你们谁说了算？不如让我们出手帮你们清理一下门户。我神剑宗的事情就不劳烦其他人代劳了，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师尊，师尊您回来了！难道是师尊未卜先知，知道神剑宗会有危机？必然是如此，师尊的强大一定会事先预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。师尊？怎么从未听说过范建这些人还有师尊存在？而且这看起来准神境的师尊，开什么玩笑？你做的不错，会用脑。说完之后，又看了一眼曹墨恒，你还是太冲动了一些。曹墨恒有些不服气，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，也明白了范建的决定意味着什么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都要为自己刚才说的话付出代价。你等着！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慕云瑶身影一闪，直接一拳将其秒杀。跟谁俩说话呢？啊，找死！哎，大嫂，嘿嘿，你刚才真帅，真霸气。都解决了吗？解决了吧。好。慕云瑶再次动手，一拳一个，全部秒杀。范建等人此时那是震惊不已啊！他们这些人之中可有不少的天神境巅峰，竟然同样不是慕云瑶的对手。慕云瑶很强，但是慕云瑶所佩戴的神器更让范建等人羡慕不已啊！这神器看着就不凡，威力太强了。师母果然不一般呐！我感觉我在师母的手上也撑不了一招。废话，这可是咱们师母，实力怎么可能会弱呀？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就不问了。既然他们敢做初一，咱们就做得了15。送上门来的东西，岂有不要的道理？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师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但如今神剑宗底蕴不足，
若是强行吞并这些人所掌握的资源，怕是守不住了。放心，万神大会结束之后，没有人敢再动神剑宗分毫。真以为你们师尊我去一趟万神大会，只是游玩一番吗？师尊，您的意思是，以后炼气师联盟会和你们密切合作，这对神剑宗的发展很有利。只要说出我的名字，剑元界域之内应该没有几个人敢对神剑宗动手。我先给你们分点东西吧，为师这一趟给你们带来了礼物。当看到神器的那一刻，范建等人眼睛都直了。上品神器，极品神器，极品神器的数量居然比上品神器还多。师尊，你把炼气师联盟都打劫了？这叫什么话？这是为师我亲自为你们打造的，这些就先留在神剑宗吧。至于以后怎么分配，你们自行决定。还有这些，都是修炼的资源。你们的实力太差了，先突破到真仙境再说。如果我下一次回来，你们没有达到真神境巅峰修为，别说是我徒弟。师尊，你要走？走多久啊？暂时不走，但快走了，具体时间不知道。不是，你们这资质，我当年为什么收你们当徒弟？太差了吧！师尊，您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您说我们几个资质都不错，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啊。那可能是我骗你们的。这难道不是吗？就你们这点修为，你告诉我，跟天才沾边吗？师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我们太差了，是您太优秀了呢？老话不是说了吗？就怕对比嘛。这一对比，我们得多优秀才能跟您比啊！别说是您了，就是您身边的这个狗大爷，我们也比不过呀。你们这么说，倒也有点道理。是我太优秀了？对，是师傅您太优秀了。行吧，但是真神境巅峰，就是你们当下的任务。处理好了那几家的事情之后，你们给我踏踏实实的修炼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师尊。那师尊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打算？如果你们能搞定接下来的事情，那我就打算闭关了。你们搞得定吗？师尊放心，有了这些神器的加持，搞得定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这一次陈长安的目的很简单，尽量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尹一，帮我照看一下神剑宗的情况，若是有危险，你出手帮一下。20年，距离陈长安闭关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。对于修炼者而言，20年十分的短暂，可对于神剑宗来说，这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宗主，执剑锋和大剑锋的人又闹起来了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次了。曹墨恒是死人吗？顾青秋是死人吗？他们两方的弟子闹了这么多次，他们就不出面制止？宗主，您是不是忘了，两位峰主早在5年前就选择了闭关，这不是您说的大家分开闭关修炼吗？这一次闹事的人是谁？执剑锋领头的乃是孙明武，而大剑锋那边领头的是田不破。去告诉两方的执法长老，我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。良性竞争可以存在，但这种无谓的争斗，我不希望再看到。是，宗主。宗主，事情闹大了。啊？闹大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死了5个人，田不破断了一条手臂，孙明武废了一条腿。执法长老都是死人吗？怎么会让这样的情况发生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宗主，原本闹得并不是特别严重，可最后御剑锋的南宫俊也参与进来了。南宫俊，他怎么也进来掺和来了？剑元界域第一世家，南宫家的后起之秀，简直是胡闹！人都在什么地方？我亲自去一趟。宗主，他们如今都已经被我带到主峰来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。看到范建出现，南宫俊等人也是象征性的施了一礼。很显然，不少人对于范建并不尊重。虽说在长老的医治下，这断臂和废掉的腿都已经恢复，但想要彻底的恢复如常，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。你们可还记得我神剑宗的戒律？宗主，我们当然记得神剑宗的戒律，但同门之间相互切磋，正所谓刀剑无眼，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。您说难道不是吗？磕磕碰碰，残杀同门师兄弟，就是你口中所谓的磕磕碰碰，你还真是大言不惭。南宫俊，不要以为你是南宫家的人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这里是神剑宗。我当然知道这里是神剑宗，我更知道你是神剑宗的宗主，不过就是小打小闹，至于吗？我好歹也是南宫家的人，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？你还知道我是神剑宗的宗主？你告诉我，这是小打小闹？同门师兄弟的性命在你的眼中就是如此不值一提吗？给你面子，你的面子难道还比他们的性命更重要？范建，
叫你一声宗主，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若不是长辈吩咐，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神剑宗？你们配吗？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你们神剑宗有什么本事能够吸引这么多人？是因为你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摆架子？好，说的真的很好呀。他是这般想的，你们呢？你们这些人是否也如此看不起我们神剑宗？一帮怂货，连句真话都不敢讲。神剑宗没有陈长安，那算个屁呀！说得好，没有陈长安，神剑宗算个屁啊！但若是没有南宫家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师尊，您出关了。师尊，弟子南宫俊见过师祖。我可不敢当你的师祖，毕竟神剑宗批的不是，我又算得了什么？哎，我针对的只是神剑宗，而非您。您笑话！我是神剑宗的师祖，你觉得有区别吗？对不起，师尊，都是弟子管教无方。你确实错了。我问你，你是谁？弟子是您的徒弟，是神剑宗的宗主。好，你还记得是我的徒弟，是神剑宗的宗主。我想问你，如今的神剑宗还是神剑宗吗？只怕这里早就成为了其他势力少爷小姐的玩闹取乐之地了吧？曾经的神剑宗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弟子知错了。我看你没知道错在了哪里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神剑宗，不管是谁想要加入神剑宗，都没有那么容易。你是我徒弟，你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。神剑宗宁缺毋滥，不合格，就算是神帝之子来了，也得给我滚出去。你记住，神剑宗不是什么藏污纳垢之地。是，师尊，弟子一定铭记于心，谨记师尊教诲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，记住，神剑宗不是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地方。从现在开始，想要留在神剑宗，就必须重新进行考核，通过的留下，不能通过的，哪里来的回哪里去。当然，你们若是现在就想离开也可以，神剑宗绝不会拦着你们。陈长安，你未免也太过分了，难不成你是想要与整个剑元界域为敌不成？这小子疯了！你南宫家就算是再强，有那齐家强吗？不理解啊！这小子不会是在家里当大爷当习惯了吧？真以为这剑元界域他们南宫家说了算了？哼，为敌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怕吗？哼，我可是听说过，齐家真正的强者是会来剑元界域找你算账的。你能不能从对方的手中活下来都难说啊！